Xperia One Mark II 一直不断探索专业影像创作的机种，除了在硬体上有所升级，在算法上的提升，更让拍摄体验有大幅进展。不过在基础规格、外观设计和配置上，也是迎来了各种大家期待中的回归。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帮您手上的是 Xperia One Mark II 镜子的版本，在光源照射之下，机身表面会呈现相当高亮的银色机身，随着光影变换，机身上的淡紫色也会渐渐透出。整体来说，算是相当多变却不失质感的外观设计，在成色上依旧是 Sony 的强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虽然搭载了跟上一代 Xperia One 大小相同的 6.5 寸萤幕，不过机身长度、宽度及厚度都进一步缩减，并且在 5G 到来跟许多硬体升级及回归后，重量也控制在181克左右。搭配上这次利落的中框切边，并且在边缘进行微小的圆角过渡， Xperia One Mark II 的手感可以说是瘦了一整圈。在上手的那一刻，你一定可以感受到中框平面跟圆角的巧妙过渡。除了保留了 Sony 经典利落的机身设计，实际握感也是目前在相同尺寸机种上非常优质的表现，非常推荐大家到现场摸摸实机。顺带一提 ，Xperia One Mark II 的黑色版本在一体性上，邦尼认为处理得非常不错，整机成色相当一致，会是这次邦尼觉得在镜子之外非常值得一看的版本。而在机身配置上，几乎是大家敲碗的功能都回归了。顶部拥有在2020越来越稀有的 3.5mm 耳机接口、麦克风，右侧由上到下配置了音量按键，大家期待的指纹结合电源键设计，这次在稳定性上有感提升。除了可以按下后进行辨识之外，也可以放在电源键上，不用按下就可以辨识。拥有实体快门按键。左侧部分依旧是最方便，不需卡针就能退出的3/2卡槽。此外 ，Xperia One Mark II 采取有 SIM 卡变动才需要重新开机的设计。如果 SIM 卡原本就已经装入，不论是拔出或是重新插入，都不需要重新开机。底部是 Type-C 接孔以及麦克风。依照传统 ，Xperia One Mark II 同样支援 IP65、IP68 防水防尘。随附配件部分提供了18瓦快充组以及 3.5mm 有线耳机。整体来说 ，Xperia One Mark II 除了带来了许多期待中的规格以及外观回归之外，在手感上也带来更好的握持体验。这次在 Xperia One Mark II 的相机上，是由蔡司光学以及 Sony Alpha 部门共同操刀的新一代相机系统。规格上搭载了4镜头模组，由上到下分别是 f2.2 1200万画素 16mm 超广角镜头 ，f2.4 1200万画素 70mm 3倍光学长焦镜头，具有 OIS 光学防手震。接着是这次新增的 3D iToF 镜头模组，以及 f1.7 1.7分之1的24mm 1200万画素主镜头，同样拥有 OIS。在感光元件尺寸上，相较起上一代2.55分之1寸，大约大上了50%左右。此外，在镜片表面上，则是采用了蔡司的 T-Star Coating 增透及抗反射镀膜。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应该都已经有看到稍早邦尼推出的短评测 ，Xperia One Mark II 对焦速度真的快，不过能够带来如此稳定跟高速的对焦，主要是受益于2大进化。第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双光电2极体进行快速感测跟对焦，搭配上这次加入的全新算法，在 Xperia One Mark II 上的对焦感测点覆盖了感光元件的70%。如果无法想象70%是多少的朋友 ，A7R4 大约是74%，RX100 Mark VII 大约是68%。虽然感光元件尺寸有所不同，但还是值得关注的提升之一。第二个部分是这次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Sony 透过 3D iToF 镜头模组进行对焦上的协作。过往的 ToF 镜头应用，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人像景深辅助运算，不过这次 Sony 则是将 3D iToF 作为对焦使用。可以从我们的画面上看到，当镜头启用时 ，3D iToF 是持续追踪跟运作的。不过仔细想想 ，Sony 将 ToF 拿来作为对焦使用，其实也是合理的选择。相较起过往的雷射对焦，在感测上通常是画面中心的单点感测，而 Sony 的 3D iToF 则是可以产生最多43200个感测点，让快速对焦范围不再仅限于画面中心。整体来说 ，Xperia One Mark II 的对焦系统是在多项硬体进化跟算法上的提升，才能达成这次肉眼可见的快速对焦。
值得一提的是，相机运作时，如果有物体近距离阻挡镜头，是可以看到主镜头捕捉到 3D iToF 的光源。不过不用担心，在实测最短对焦距离后，正常状况是不会影响拍摄。此外，除了一样拥有人眼追踪对焦之外，动物眼追踪对焦也正式加入了。对于应付动态场景，小孩或是宠物应该都相当受用。而在连拍上也同步迎来了提升，在 Xperia One Mark II 上能够达到每秒60次的对焦及曝光运算，并且进行每秒20张的快速连拍。也就是说，每张连拍照片都经过3次的运算进行拍摄，实际表现依旧强势。重点是这次的一切拍照体验都非常快，从相机开启速度快、抓拍的速度快，到相片可以开启的处理时间，跟过往相比都非常快。在硬体跟算法的搭配之下，抓拍也获得了更多可能。最后是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上的相机拍摄界面，首先是大家熟悉的一般相机，如果喜欢一切自动的朋友，不用想太多，按下去就 OK 的一般相机依旧是首选。接着是组成专业影像创作的录影界面 Cinema Pro， 以及这次新增的 Photography Pro。Photo Pro 这个模式采用了跟 Sony 的 Alpha 单眼相机类似的界面设计逻辑，在 Photo Pro 当中，拍照更接近相机的使用逻辑，采用实体快门进行拍摄。在相机的设定选单中，也可以设定长按实体快门，直接进入 Photo Pro 模式。在界面的左上角可以调整 Auto 自动模式、P 程式自动、S 快门速度优先、M 全手动4种模式。menu 中可以调整细项设定，当然也有单张截取的 DRO 以及多张合成的 HDR 可供选择。左下角则是可以切换镜头 ，Sony 透过 16mm 的超广角镜头覆盖16到 24mm，24mm 的主镜头覆盖24到 70mm， 涵盖了常用的24、28、35、50。最后一颗 70mm 则是提供了70到200mm。值得一提的是 ，Sony 的使用逻辑更像是选择镜头，如果需要再进行数位变焦，所以并没有将所有焦段合并进行自动变焦或切换镜头，而是先选择镜头再变焦。这个逻辑不论在 Photo Pro 或是一般相机界面都通用。右侧界面则是可以调整，包括快门模式，最大可到30秒；过片模式是单张或是连拍，以及速度。对焦模式也可以选择单次或是连续，对焦区域跟测光模式也都可以细项调整。而在使用上，当你的快门半按时，系统就会开始自动对焦。也可以在 Auto 以外的模式中点选画面右侧的 AF On， 在功能上就相当于半按快门。接着我们也来看这次的实拍样张，毕竟是对比环节，这次帮你所有的实拍样张都是在自动模式下所拍摄。帮你选择的对比机型分别是 iPhone 11 Pro， 以及今年在镜组配置上跟 Xperia One Mark II 相似，并且感光元件非常具代表性的 OnePlus 8 Pro。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组样张。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的日拍调色风格还是以真实作为出发。看到前景暗部，可以明显发现 One Mark II HDR 暗部处理相较起历代机种都更为积极，整体成像风格并不追求高对比。而在超广角镜头上的调教风格也跟主镜头近乎一致，在跟各家相比之下，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的 HDR 算法确实一改过往积极许多，尤其这次的超广角镜头跟各家相比，在 HDR 效果上表现相对优势。不过可以注意的是 ，One Mark II 在 HDR 上迎来了更积极的影像处理，而超广角镜头在面对大面积暗部前景时，则是会采取暗部低对比的调教风格。除此之外，在大部分场景中，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在日间的 HDR 表现上可以说有大幅进展。长焦部分，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采用的 70mm 长焦镜头，在对焦性能上还有调教空间，而在细节保留上跟 iPhone 11 Pro 差异较为有限。不过，如果对焦正确，还是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光学长焦在解析力上的天生优势。而在绿叶的竞拍场景下 ，One Mark II 依旧继承过往准确稳定的色彩还原，白平衡相较起各家，一直是 Xperia 近几代最稳定优势的项目，在竞拍下的细节保留就比较不突出。最后也提供一组人像样张给大家参考。邦尼还是蛮喜欢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在人像下自然中带点红润的画面呈现。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采用的是 24mm 的主镜头，在画面上跟目前各家旗舰主流的 26mm 会来得更广一些。
整体来说，这次 One Mark II 在日拍上，近拍下的细节保留以及长焦还有调教空间。不过在画面呈现上，保留了真实的调教风格，更为积极的 HDR， 不追求高对比的画面调教。而在夜拍上 ，Xperia One Mark II 没有独立的夜景模式选项，不过只要在低光源下，就会自动启用夜拍多张截取，进一步加强暗部细节，达到高光抑制，并且提升画面整体明亮度，更像是场景侦测后自动启用夜拍模式的感觉。实际效果，邦尼稍后也会细说。这项功能在一般相机跟 Photo Pro 当中都会自动启用。而在夜拍上，我们先来看第一组样张。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在夜拍的画面表现上，依旧继承了过往纯净的暗部处理，比较大的提升会落在这次 HDR 上的进化。可以从我们的画面上看到，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在面对面积较大的看板亮部时，高光抑制跟细节表现都更为强势。接下来这组样张也可以看到，在一般模式中，大感光元件依旧能够带来更充足的画面亮度，并且在暗部的细节表现依旧清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Xperia One Mark II 的自动夜拍模式跟更加强调画面亮度并积极抑制高光的调教稍微不同。简单来说，这次的算法在面对大面积高光时会有积极的 HDR 处理，不过面对单点的高光处理，则是保留稍微溢出画面呈现，更偏好以维持整体画面亮度作为优先。整体调教方向更偏向保留纯净的暗部、细节充足的亮部，保留夜间光点，算是蛮有近几代 Sony 风格的调教方式。接下来这组样张基本可以得到一致结果。而超广角镜头在日拍上优势的画面呈现也保留到夜间，整体细节保留跟亮度都有更好的表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在夜拍上并没有独立的夜景模式，在面对低光场景时 ，Xperia One Mark II 确实能够在一般模式中拥有突出不少的画面表现。不过在其他机种打开夜景模式后，结果会跟拥有大感光元件的 Xperia One Mark II 在差距上缩减不少。最后邦尼也提供一组夜间人像给大家参考。其实整体而言，只要不是在极低光源下，都可以看到 Xperia One Mark II 在各种面向的有感升级。录影部分，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同样有针对专业影像创作而生的 Cinema Pro。最重要的更新会落在 FPS， 目前提供 23.98、25、29.97 以及59.94的拍摄帧率。不过在59.94之下，只能使用 24mm 的主镜头进行拍摄。此外，也提供了 2K 120fps 的慢动作拍摄，对于影像创作来说非常够用了。另外，这次也新增了曝光测量仪跟触控自动对焦，搭配上先前的焦点切换功能，在使用上也更加自由跟容易。而在录音上也获得强化，Sony加入了智慧型除噪器，能够过滤录影中的风切声。邦尼也提供一组开启前后的样片给大家参考。这是 Sony Xperia One Mark II 的收音测试。这是 Sony Xperia One Mark II 的收音测试。最后，邦尼也提供一小段透过3镜头实际拍摄的 Cinema Pro 随手拍小短片。影音娱乐部分 ，Xperia One Mark II 搭载了6.5寸21:9 4K HDR OLED 萤幕，同样支援 BT2020 10bit 色声显示，以及100%的 DCI-P3，
新增的功能上，则是提供了已经调教好的白平衡选项，提供了拍照常用的 D50、D55， 摄影常用的 D61， 人工日光 D65， 以及电视常用的 D93等白平衡设定。此外，显示模式上一样保留了采用 Bravia OLED 电视作为基础调校的标准模式，以及以专业影像显示器 Master Monitor 作为基础调校的导演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支援色彩管理，透过 Google 相簿开启，就可以依照影像采用的标准正确显示。另外，也可以开启动态模糊减少技术，开启后官方说明可以达到近似于90赫兹的观看体验。不过，在邦尼目前的测试当中，可以从我们的画面上看到，在实际的影片播放下差异较小，在慢动作播放下，肉眼感受也较不明显。萤幕亮度则是受限于 4K OLED 当下的硬体限制，在户外场景中，萤幕亮度表现中规中矩。以下邦尼也提供一组 Xperia One Mark II 跟 Xperia One 的萤幕对比。整体来说，虽然在基础规格上跟上代 Xperia One 差异不大，不过在实际体验中，画面表现还是有所提升。而在附加功能上，也支援 Always On 的永远显示。在音效上 ，Xperia One Mark II 同样搭载双喇叭，不过重点是这次采用的是前置双喇叭，左右两边的音量大小也更为一致，搭配上这次 Sony 重新设计的喇叭单体，能够提供更稳定的声音输出。技术上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这次全新加入的 DC Ultimate 以及 Xperia One Mark II 是全球首款支援360 Reality 的机种，只要使用支援360 Reality 的串流平台，就可以得到360环绕的沉浸式听觉体验。邦尼也提供 Xperia One Mark II 以及 Xperia One 的音效对比测试给大家参考咯。效能及续航部分 ，Sony Xperia One Mark II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65 SoC， 搭配8GB 的 RAM 以及256GB 储存空间。AnTuTu 跑分达到了559220分。简易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Xpand.com 上找到。简单来说 ，Xperia One Mark II 这次在效能上依旧是旗舰表现，不用担心。通讯性能上 ，Xperia One Mark II 拥有3选2的卡槽设计，支援5G NSA Sub 6，并且频段组合目前看来也算完整。Xperia One Mark II 支援5G 单卡，若是安装双卡，支援4G 加4G 的双卡双待。而随着5G 开台也更近了，邦尼也再次提供稍早的调查结果给大家参考。在邦尼稍早是否直上5G 机种的调查当中，共有12000名观众参与调查。从结果可以看到，不论是1年一换，或是2年以上换机的族群，共有77%购买旗舰机种的使用者选择直上5G。在邦尼发布影片的这个时间点，应该很快的5G 就会开台。邦尼还是推荐可以仔细评估直上5G 机种，不论是正要换机，或是1年后换方案的朋友来说，都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咯。续航上 ，Xperia One Mark II 搭载了4000毫安时电池，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拿下了12小时50分，而在开启动态模糊减少后，则是12小时37分。在正常使用下，1天1充还是可能。重度使用者建议搭配行动电源。充电部分，这次 Xperia One Mark II 推出了一个手游玩家相当受用的充电模式，称为 HS 电源控制。开启这个模式时，供电将绕过电池，直接对手机进行供电。如此一来，就能进一步避免因为处理器的高效能输出跟电池本身发热，导致手机过热。而在充电上 ，Xperia One Mark II 支援最高21瓦的 PD 快充，随附的 UCH32 支援最高18瓦快充。邦尼也提供原厂18瓦快充以及21瓦的充电测试结果供大家参考。在看结果之前，必须先跟大家说明 ，Xperia 的电池维护模式会根据使用者习惯，在80%开始慢速充电，90%开始会进入更慢的充电，以维护电池。
甚至在开启电池维护选项后，系统会自动学习你的使用习惯，在你起床之前再将手机充饱，让电池寿命最大化。接着来看实测结果。首先是在随附的18瓦快充之下，30分可以充满46%，充满到80%，耗时1小时7分钟。最后的20%电量则会启动电池维护模式，使用了54分，总共耗时2小时1分钟。而在21瓦快充下，30分就可以充满52%，充满到80%，耗费了1小时1分钟。最后20%同样会启动电池维护模式，耗时58分，充电总长使用了1小时59分。从结果来看 ，Xperia One Mark II 在充电时可以在1个小时左右充满80%，最后20%为了延长电池寿命，会花上50分钟左右充满。而搭配21瓦以上的快充，在80%之前确实能有更快的充电速度。不过在80%后的电池维护机制下，最终充满的充电总时间都会落在2小时左右。系统部分 ，Xperia One Mark II 在输入法上已经更换为大家更熟悉的 Google 键盘，同样支援深色模式以及全萤幕手势。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启全萤幕手势后，锁定画面的相机快捷键将会跟唤醒语音助理重叠点击区域。不过以视觉及操作体验来说，邦尼还是会选择全萤幕手势。此外 ，Xperia One Mark II 同样支援 NFC 以及 WiFi 6，在连接到 WiFi 6路由器时，也会有专属的 WiFi 6 icon 呈现。顺带一提 ，Xperia One Mark II 在开启热点时，也可以透过 WiFi 6进行网络分享，会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整体来说，全新的 Xperia One Mark II 在跟 Sony 各部门深度合作后，几乎可以说是有着肉眼可见的大幅进展。在 Xperia One Mark II 上，你可以看到 Sony 在采用 3D iToF 拥有目前非常优势的快速对焦系统之后，也同步搭载了更稳定、快速、人跟动物都能追踪的眼部追踪，并且进一步将拍摄体验跟速度进行最佳化。在快速对焦、快速启动跟稳定的眼部追踪组合之下，才能带来更可靠且流畅的拍摄体验。配置上也呼应了所有人的期待 ，3.5mm 耳机接孔，结合指纹辨识的电源键，无线充电，双前置外放喇叭，更方正利落的外观设计全面回归，并且在此之外，尺寸上进一步缩减，电池更大，重量最终控制在181克。以当下的5G 系列机种来说，可以说是相当优秀的表现了。性能上采用 Snapdragon 865，并且支援 5G， 对于效能跟即将开台的 5G 基本上不用担心。而 4K OLED 以及双前置喇叭，虽然规格上差异不大，但实际体验还是能够看到调教上有着可见的画面提升。整体而言 ，Xperia One Mark II 其实还是在基础体验下了不少功夫。在一般的相机界面下，只要按下快门，使用者可以轻松使用。而对专业用户来说 ，Photo Pro、Cinema Pro 以及提供对于影像创作需要的硬体，也让 Xperia One Mark II 拥有更多专业可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